好，我们其实呢，在国际间大家就在讲了，在目前为止，我们台湾当然是在选举了，但是国际间大家在意的是美中之间新的一年会怎么样来进行。原因是因为在南海的这个地方，发现本来呢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菲律宾，目前有一点点的焦头烂额。内部的部分呢，他们因为现在有这个共产党带来的威胁，菲律宾共产党带来的威胁，所以呢，双方从11月底到目前为止有爆发内战的状况。好。内部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小马可是当然还会有什么之前在南海这一边跟大陆跟中国这边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跟纷扰，所以现在呢，他希望缓一些了。他直接的讲，中菲南海问题希望由菲律宾人自己解决。看起来想要缓一些下来，因为呢，对岸他们的国防部也开始有讲出不会对滋事挑衅坐视不管，开始有更明确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了。而美国呢，你会想问，这个老大哥他其实一直给他撑腰，美国一直以来在军事上面，他知道中方是他的一个对手，所以呢，他们其实好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讲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不是应该为抗衡中国来转型？3年前就有这样子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应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好，可是呢，也有人会有所担心了，说这会不会是牺牲陆战队的全球反应能力？原因是因为你要把这一些的军队变得比较快、比较小，然后比较呢重视在海上力量的话，他们也担心是不是为了这个区。反而让他全球的一个作战能力受到影响。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意？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10年前，当时呢，他们在中国的情报网被连根拔起，现在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暗中较量。他们也直接的讲了 ，CIA 局长有说。基本上呢，他们已经转向为大国冲突来做准备。他们很在意的其实是到底对于中方内部情资的了解，能不能够重新建立这个情报网。华尔街日报有特别提到了，如果是现在的话，他们确实对于习近平他内部来说，有一种几乎失明的状态，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而内部呢，也认为目前的状态就是很难打进，到底知道习近平他的决策圈的状态是什么。当然，中方呢，其实近几年他们也一直在做所谓的反间谍行动，也对美方有进行情搜。毕竟现在的中国跟过往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的中国国安部呢说也会利用 AI 技术跟 CIA 是直接进行较量的。而 CIA 呢，现在他们也自己在讲啦，他们有在讲什么？他说过去3年用于中国任务的预算已经增加了1倍了，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重建对中国的情报网。中方就很生气，说你这讲法不是有点太过了吗？我们绝对不会忍气吞声。他们也说了，其实呢，2009年他们就知道美国有在对华为这边来进行渗透，所以两边美中双方2个大国之间，你对我做情报工作，我对你做反情报工作，是这个这个紧张的情势，即便说两军已经开始恢复对话了，还是依旧会存在的。因为现在美中之间的较量不止在军事上，带您来看到的是，在今年所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全球有2成的原油交易目前结算已经不再用美元了。这确实就是在这1年来短短的1年时间，快速的在发生之后呢，还有可能会继续加速。影响的原因除了有战争之外，还有的是各国他们开始有做不同的结盟，有加入不同的团体，他们开始有不同的思考，全部都是回到自己，为自己出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呢？回过头要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好，菲律宾现在呢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他们跟菲共之间的内战最近刚爆发。菲律宾在前总统杜特地5年的期间，由于他很快的转向，他一上来就转向跟中国大陆修补过去不好的关系。因为阿基诺3世的时候啊，那时候香港人到菲律宾被歹徒劫持，然后呢造成了香港的警方在筹备没有完成之前贸然的攻击，然后死了很多香港人，再加上在当时南海的矛盾冲突，中菲的关系不好。那经济也很糟，治安也恶化，毒品的情况很泛滥。台湾的旅客到菲律宾去也受到很多的威胁，甚至菲律宾的这些军人
那么杀了台湾的渔船的船长，所以造成了也跟台湾的关系很紧张。这个都是在于前一任的总统他本身跟美国的勾连很深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杜特地上来了以后，就整个推翻了。他改善了跟中国大陆关系以后，那就用心在治理内政，跟把菲律宾的经济搞得比较好。所以那个时候，由于中菲的关系改善的情形下，他不用花很多的心力在南海，他在内部的经济建设那么各方面，那么整顿警察、整顿军队，然后内部的经济就一直好起来。小马克思刚上来的时候，跟杜特地是结合的，跟他的女儿合作。因为北部跟南部，因为杜特地的势力是在南部，小马克思在北部，可是小马克思的力量并不足以赢得整个菲律宾，所以他只能够跟杜特地合作。可是他上来了以后，刚开始也是循杜特地的路走，跟中国大陆关系也很好。结果美国施加了很多影响力跟压力以后，小马克思180度转变，南海的地方就越搞越糟了，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烈的情形下。那么中国大陆在菲律宾的投资几乎都停掉了，过去的合作都停掉了，菲律宾的经济开始恶化，经济恶化以后，内部的矛盾越来越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菲律宾的南部，甚至有很多的穆斯林开始攻击当地的政府，因为经济恶化的时候，那就过去的这种内乱就开始出现了。杜特地的女儿跟马可仕分道扬镳，我们看到。小马可斯现在又回过来，想要修补跟中国大陆关系，可是问题就在于他现在孤掌难鸣，因为他的军方跟随美国走。小马可斯他这一次接受日本的访问的时候，他等于是间接的说，都是美国人在那边叫我去搞仁爱礁，我现在告诉美国人说我自己来搞，你不要搞。那这不是就是在国际媒体透过日本人告诉全世界说，就是美国人叫我搞的，那现在的情况是我的军队听他的，而他并不听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解决问题啊。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讲了美中双方除了在情报上面彼此对抗之外，还有什么军事上面？请教小舰长了，因为美军说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其实就是为了中国。的确是啊。他现在的整个的转型，他转型到底做了什么？他转型其实他削减了一些步兵营，也就是他的人数开始缩减。然后另外，他牵引式火炮那个全部几乎不要了，他要用海马斯来取代。那另外呢，他也不需要，他也削减所谓的直升机中队，然后放弃了所有的那个 M1A2 他当美国的陆战队放弃 M1A2 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陆军啊，你买 M1A2 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毛毛的啊？有关于陆战队啊，就是美国陆战队，它这个叫做2030的兵力设计，它就是想要在岛屿上面部署所谓的 HIMARS 跟部署所谓的反舰飞弹啊。那这一个呢，它为什么可以在删减人的情况之下，还可以这样的使用这些精密装备？因为图出现了，如果我用讲的，大家一定看不懂。它其实都是完全的无人化，我们这边看不到驾驶，可是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天线，因为它都是用那个 data link 来导引这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个，它非常的像 HIMARS， 可是它不是 HIMARS。那这一个是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军迷啊，在敲碗说海军打击飞弹，说我们也要。那这样的一个兵力的改变呢，事实上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HIMARS 的试射是什么？今年4月，小马可仕在苏比克湾外面，他看了一下这个美国所进行的 HIMARS 的试射，fires 6 times but missing target in South China Sea， 就是根本都没命中，而且是6枚都没命中，你不是开玩笑吗？那而且他在说 Okinawa 在冲绳，他也这上面这部车也是HIMARS 的车，也就是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陆战队的要角。但是这一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如出一辙。当初的辩论
其实并没有完成，只是长官说了算，由上而下，结果现在滨海战斗舰变成这个烂样子。然后有长官要站出来吗？台湾没有啊，美国也没有啊，大家都是摸摸鼻子，假装不知道。但是这样的浪费国防预算，对国家来讲都是打击。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对啊，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情报它势力无所不在啊，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又跟中国在有科技战，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很早就有察觉了，他们在2010年到2012年那2年之间大举破获在中国大陆的美国 CIA 的间谍网，那抓了30几个这些人很多就被处决或者被枪毙，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这太严重了。那美国过去是怎么样？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过去很像啊，我们早年很多人就去美国留学，因为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从这里把英文、把各种科技这里学回来，就海归派嘛。那大陆派很多人去就被吸收了。那后来中国大陆觉得这一块怎么被吸收那么多？是好，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来讲，在这一次刚刚呢，舰长特别提到了社会安全这么一件事情。而到目前为止呢，国三生割颈案这件事情，确实是目前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学校、学生、整个社会当中大家非常在意的。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了，现在是说呢，在 Dcard 上面已经有人说不忍了，他们呢要在1月14号，也就是选完之后，他们希望能够发动少年法的下修联署。好，最主要的原因，你会说为什么是1月14啊？原因是因为现在呢要面临总统大选，所以呢最近是不能联署的，也因此他们会定在大选之后的隔天要来发动这个联署行动。同时呢，他在这整个 po 文里面，他也特别的提到说呢，他们也不排除要来进行上街游行，来以正社会安全。让大家没有办法再忍耐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社会安全、校园安全等等事件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大家想问，到底现在我们的整个环境怎么了？而在昨天呢，赖清德他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到目前为止，他除了希望能够照顾弱势之外，希望能够社会安全 2.0， 让整个社会更安全之外，他还说金融他也要照顾。但是他到底讲了什么具体的事项呢？来听他的讲话。也希望呢，借由金融产业的力量，让太阳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升起，都可以照到台湾的企业。第二个呢，我会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第三个，也让台湾能够成为亚洲的金融科技发展中心。第四点是打造台湾能够成为亚洲永续金融的模范。第五个是让普惠金融能够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第六，未来我会强化金融的资讯安全以及基础设施的安全。好，大家说听完之后，网友的反应是这样说：确实啦。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内容啊？听起来怎么感觉没有内容啊？最后为什么还不回答联访的问题呢？这一些政见听完之后，你觉得你知道他想做什么吗？你认为够具体吗？现在其实啦，不管是小老百姓或者是企业界的这些老板们，大家想听到就是你具体的告诉我，你如果当选，你要做什么？来带您看到现在商周的调查，500位的企业家，总市值7兆，他们是怎么样来看的？他们认为目前3组以经济上面来说，他们觉得 Whole Company 是最有经济的愿景的。你会说，所以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担心 ECFA 吗？讲的是担心战争吗？商周告诉我们，这些大老板他们想要在意的是什么？是稳电力问题。他们就讲啦，比起对于战争、对于两岸的担忧，他们其实对于供电的稳定度更加在意。他们就直接讲啦，比起这些候选人，有的要讲说绿电政策，其实核电政策可能他们认为更是让他们生意、让他们整个产业能够稳定的重中之重。到现在呢，大家就在讲啦，其实为什么会想到 ECFA， 为什么会想到战争？因为现在政府告诉我们，小心对岸介选。昨天出来一个消息是路透社的消息，路透社呢说，从台湾这边发出一个讯息，北京施压5月天在台湾大选前表态亲中。路透社的标题里面呢，他就特别有提到说呢，是台湾政府的内部国安文件显示的，北京正在施压。好，对于这一起案件出来之后，陆委
卫马上讲，这个就叫做介选。但是对岸也有回应，对岸的回应就是说，这个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没有这件事情。至于我们也去找了，到底呢在对岸，有没有相关网络上面的讯息？发现只有对岸的那些舞迷们，他想说，赶快哦，你们那个跨年的5525那个周边商品，可不可以赶快来我们这边卖？好，看起来整起事件呢，在对岸这边的讯息所得到的跟我们不太一样。CNN 也说了，他们呢其实有知道国安官员来跟他们做简报，然后呢，他们看了这个简报之后，他们没有办法详查到底这个简报的内容的真实性，但是他们也有跟对岸来做相关的核实。那对岸的回应是这样，大家开始想到了王立强案。好，当2019年爆发了王立强案，也就是刚好就在选前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候国台办的讲法也是介入选举啊，然后蔡英文也说国安事件必须要发动侦查。好，可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发现，这个就不是真的。结局是，当时被说涉案的向心夫妻一直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他们才有办法回到他们家，回到香港。所以现在这起事件，大家想问，是不是又有同样的氛围呢？而现在国军告诉我们了，其实呢，两岸之间确实我们必须要有所防范。所以呢，在选前大选投票日，他们的卸弹还有部队都会暂停转运39个小时，最主要就是要防止突袭，内部呢防止突变，控制一切的可能变动因素。但是回过头请教董哥，怎么样来看对于这一些啦所谓的介选，所谓的两岸战争来说，一般的家长、一般的爸妈更在意的是，我们家有安全不？我们家去读册呢，不他都等来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说不忍了，1月14要开始连署。1月14太晚了啦，选完了没人理你啊！我老实讲，现在执政的人谁，你就要找谁了。好，那大家可以看清楚嘛。其实台湾最有名的小孩被杀最有名，当然就是小灯泡事件。蔡英文怎么讲？小灯泡，阿姨不会让你白白牺牲。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破洞，阿姨会把这些破洞补起来。记不记得8年过去了？各位可以看淡，这些人嘴巴讲的就一套，但是台湾有幸是怎么样？国民党跟民党都长期执政过，对不对？民党已经执政16年嘛，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做过什么事情。赖清德讲的是空话嘛？各位，我再念一遍给你听。让台湾成为经济的日不落国，这是他的政见之一。你听了不是好不好笑？大家记得赵少康跟大学生怎么谈呢？2个礼拜前，赵少康他说我们国民党过去执政，我们是哪些人呢？你看李国鼎、孙运璇、赵耀东、萧万长，民进党呢？民进党是谁？是王美花，全场哄堂大笑，是不是？我们国民党外交是谁？是钱户。你看国民党这些人哪一个上得了台面？每天要跟中国大陆喊打喊杀。钱户讲什么？我告诉你，钱户最重要一句话，他说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还重要。是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外交关系跟这个两岸当然是牵动的嘛。钱户是这几十年来大家最公认的外交才子，不用讲。但是你今天看到赖清德讲这些，笑死人了！你怎么让外商来投资？还说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科技中心、什么资产管理中心？各位朋友，你想想看，你家的有线电视啊，我们这2天迪士尼都要把这个都迁走了啊，这是不是这2天你家的电视台是不是正在换台？为什么人家都不要留在台湾了？迪士尼这么多频道，包括国家地理杂志，就剩这2天就要走了，为什么？这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大事。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留在台湾？对不对？那很多金融机构，花旗银行，他那些主要的东西也都撤了。花旗大家也知道嘛，过去称台湾4大银行叫做什么？辜吴蔡花，花旗银行、辜家，吴家、蔡家，对不对？他都离开了。所以你不要听民进党那些都在喊口号，什么中心什么中心，那个都是假的。其实你台湾你当然要引很多外资进来，里面有很多技术啊。我讲一个故事啊，民国86年那时候新潮流的廖永来当选台中的县长，那时候县市还没有合并，那时候国民党萧万长他们很努力，到欧洲到处去招商。德国最重要的药厂叫拜耳，他来投资。
那政府就在台东这边我们有很好的工人，我们帮你找一块地，结果民进党开始背锅了，民进党开始背锅，廖永来就说我们要弄一个宪政小组，要由我们所有的台东县民大家来公投，看同不同意让德国的药厂拜耳进来。嘿，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这2年的疫情，大家讲说，那个药厂为什么不到台湾来设或怎么样？谁敢来啊？你民进党就这个嘴脸，结果他找了这宪政小组，主要是3个人。我告诉你，这3个人现在还在政坛活跃啊。一个叫蔡其昌，立法院的副院长；一个叫邱泰山，我们陆委会的主委；还有一个叫史哲，那这个叫文化部的部长。各位朋友，这些人现在吃香喝辣。过去台湾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整个当然是生物科技里面最重要的。蔡英文每天在推生物科技，你们民进党做了哪些勾当？各位朋友，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随便拜就是拜耳朵的耳，你只要写拜耳案，把那个前程过程。我那时候在当记者，我看得很悲愤。我们台湾，我们可以从世界引进一些一流的技术，他找我们的功能，慢慢我们很多人就慢慢整个技术就转移，台湾就很多东西可以脱胎换骨。因为我们过去靠石化，但石化污染了我们一些土地。后来我们第2个龙头就是电子业，电子业现在还是台湾的主流，但是我们总要有更多的火车头，更多的金鸡母嘛。所以你看被民进党搞坏了，现在喊一堆中心，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去看你家有线电视，现在撤了多少？在台湾很重要而且很知性的好节目，这就是民进党的嘴脸。是，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又看到校园安全，校园安全其实在台湾存在很久了然后一直没有解决。蔡英文从上来到现在2任都快满了，校园安全一直没有解决，毒品的情况也没有解决。那么现在的这种割喉案，坦白说，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忍无可忍，所以大家就会想起小灯泡的社会安全。而当时这个蔡英文讲的多么的生动说绝对不会让他的死是没有贡献的那讲的一堆，但是问题就是到今天为止，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起来，校园安全网更加的严重。每个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心惊胆跳的，每一天，不管是幼儿园，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家心惊胆跳。是，那原因在哪里？都是空话，只会讲空话。那现在赖清德要打造台湾的所谓的金融中心，又是一个空话。为什么？你台湾能够做得到香港的这种金融的自由化吗？我们看到连美国很大的一个银行叫花旗银行，都卖掉了，卖给星展，都走了。对。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大的银行没有纷纷的往台湾进驻，而更多的是纷纷的从台湾离开。那这个是谁执政7年多造成的结果？民进党执政7年多，银行业一直走，金融中心一直走，而不是留在台湾嘛。那现在又在吹牛了，讲空话，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那问了台湾的企业界510多家的企业，那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竟然是电的稳定度，就是核电能不能给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稳定的电？那连这么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他们只关心这个，这代表什么？他们对民进党政府这7年以来完全不信任，他们认为民进党政府根本就是一个无能的政府，嘴巴讲一堆，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帮我们的台商企业做事情，没有能力帮他们创造更好的国际的区域的环境，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更好的做生意，他们不寄任何希望的，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只想做一件事，什么事？他们只想做一件事，就是给我电吧，就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而已。各位想想，我们的企业可怜到这个地步，就说我只要求你政府给我电就好，你其他的都不要做了，你够了。结果问题就在于，真正的企业他们聘了多少员工，他们带来多少就业机会。观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一次你没有选择对，到时候的伤害是我们自己。那请教小舰长。
我帮董哥继续补充一下啊，当初的拜尔案如果在台中如果设厂，也就是台湾将变成拜尔案的大中华区生产基地，但是偏偏没有。但是拜尔案没有不投资，他跑到哪里去投资？他到上海去投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海就变成德国拜尔的那个大中华区的核心，也就是原来是在台湾，立刻迁到上海去。这个我们到底受到多大的伤害？就是刚刚董哥讲的这些人有告诉你吗？你还要继续投给他吗？你投给他，就是在扼杀自己，断了自己子孙的一个工作权。另外，我们现在讲到五月天，小舰长也很喜欢唱五月天的歌啊。但是至于是不是假唱的问题，那大陆政府自有他那个平和的方法跟机制。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啊，你路透社所提供的一个知情人士，什么叫做知情人士？有本事就具名啊！小舰长以前就讲过啊，你就具名。而且这件事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他说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机密等级？如果有机密等级，或者是没有机密等级，你国安局都有必要出来说明有没有机密等级。如果有机密等级，你应该要查办啊，难道顺着民进党就可以泄密了吗？那如果没有机密等级，你站出来讲，不要又说知情人士、党政高层，不要讲这些，直接站出来讲。然后这件事情，五月天的这件事情，不觉得很巧吗？不觉得精心设计吗？设计什么？其实就是要带风向，你就是要重塑2015年的周子瑜国旗事件。你就是想要让整个台湾民意沸腾，所有的五月天的歌迷全部抗中保台，通通投给民进党。但是这一次大家没有这么笨，国台办第一时间就说这个是假消息。你们都说接受这样的访问，你们都是什么不愿具名的人士。小舰长也接受过这个路透社的访问啊，还帮我去拍了美照啊。然后就是下面有名有姓有阶级，还有照片，有照片就可以做人脸辨识啊。为什么小舰长敢讲？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你那个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有本事就站出来。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生，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现在呢，大家在开始比了道德感这件事情，选举已经到最后2个星期了，这个赵少康就直接讲了啊，你一直说你要解决矿区居民的居住权问题，但我就问啊，你当官当多久了？你这3年下来，你有做任何事情吗？那现在要讲什么道德感？拜托，一直要逼我辞中广，我的道德感比你高多了，至少我优于法律。好，其实呢，赖皮寮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是真的没伤吗？还是不止皮肉伤？最新的一个民调数字带您来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呢，我们发现了总统民调呢，赖萧配其实是有32%的。但是呢，如果你在问对于老家违建争议的反应这件事情，不同意的，觉得反应不好的有45%，但如果说我们看好的这一块，其实也只有30.8%，不到32%。换句话说，是不是本来支持赖清德的这32%里头，仍旧有1.2%的人其实也没有买单他现在的这些说法或者作为呢？这一位陈志晓老师，他现在呢直接的在赖清德老家前面贴抗议布条了。布条上面写什么？布条上面写“杀不辜者得不降焉”。原因是因为他告诉大家，当年南铁东移的时候，他的父母老爸爸老妈妈是怎么样被对待的。
而现在看到赖清德面对自己的老家，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作为。现在呢，其实赖清德告诉大家，他的家人已经在找律师了，因为每个人都在问啊，不是公益信托，先把信托给逮。他说了，我们已经开始在处理，但是家人是谁？好，现在房子说是儿子的，那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儿子？那个当事人是不是出来跟大家讲一下？至少他的意愿、他的作为，他现在处理事情的进度。因为呢，赖清德一直告诉大家，这起事件他一直在做相关的弥补，他希望照顾所有的弱势，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了，说他承诺当选呢要帮全台弱势民众修房子。听起来是今后啦，但是我们也想问啊，不对啊，你当年在台南市起定呢，就去当好做了7年的市长，7年你有帮台南市的这些弱势族群修房子吗？那个时候你有公权力啊。你当过行政院长，那1年多你有帮大家修房子吗？没有。副总统当了快4年了，现在才突然想到要跟全台的弱势民众站在一起，大家不禁想问了。过往老家出问题，想到要跟隔壁的矿工朋友站在一起，现在说要跟全台湾的弱势站在一起，到底这样的站在一起是真心在一起吗？而其实呢，现在游淑慧就直接去查了，一直自诩为矿工之子的赖清德，他说他当立委这么多年，他真的一个一个去找法案，赖清德矿工、赖清德矿业、赖清德万里这一些的关键字，通通都查无结果。他说你是不是到现在选举了才想到，过往从来没有替甘口郎争取过权益呢？赖清德一再告诉大家，在这场选举当中，他希望打正面选战，他是一个很高道德标准的人，严以律己。但是呢，当他跟大家讲，我是唯一没有投资事业、没有炒房、没有炒地皮的候选人的时候，大家想问，你是不是在臭蔡英文啊？为什么？因为蔡英文过往不就也带大家发现有一些投资吗？而且在过往的这7年期间，蔡英文最大的一个政绩是什么？是让我们的房价涨了39%， 89%这样子的一个涨幅，让很多年轻人到目前为止说，怎么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说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希望照顾年轻人，但却没有好好的处理年轻人心中最大的痛。郑家纯、鸡排妹现在跟我们讲，你们一直希望房价跌是错的，银行怎么办？他的逻辑是这样，讲给你听。他说房价跌了，那就会比较少人去贷款，银行就会撑不下去。银行撑不下去，那我们中小企业要怎么办？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撑不下去，你就会没工作。那这样要怎么办？所以呀，要读书，柯文哲才会骗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的选票。他都没有告诉你们到底经济结构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他的死对头陈仪就直接告诉他了，房价跌真正会冲击到的才是那些囤房、囤地、炒房的人，不是银行。逻辑要搞对来。好，对于银行现在最大的一个争议是王宏威立委呢，他前几天秀了一个录音档，而在这个录音档里头，他指控卓荣泰有涉嫌帮忙乔贷款助选。我们先来听听原因重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选举重要，就是钱啊！我不说钱为最重要，因为没钱怎么选？那边。因为之前林飞豪也知道我没有指教嘛，是卓荣泰那边啊，你到底结果我有带林飞豪到处去跑，因为我没有帮那个里面人跑，他所以那时候不选嘛。对，其实我跟很多人讲，跟他带他去贷款，就贷款2、3个月就不选，假如他公益的，那我平常我捐助，我请你帮忙，你要帮忙。有啊。啊，对啊。对啊。啊，对了，那当然好，那你说假设灰色怎么样？那是灰色地带。好，王宏威他所播的这一段音档呢，说来源是来自于前和库投信的董事长林伯玉透露说，卓荣泰曾经找人要帮呢当时的林非凡去乔贷款啊，说是要跟选举有关。现在当事人有回应，林非凡的说法是从来没有贷款，所以他要告王宏威诽谤。卓荣泰的讲法呢是说，这个呢有可能是 AI 的声位来借选，所以呢他还特别希望王宏威，你是不是增进一下你自己辨别的能力？王宏威当然呢，他是已经去按铃了。好，可是呢，王宏威这边大家也在开始来讲，除了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之外，王宏威当时呢，其实也有去做这个声位的变造哈，包括了当时
郑文灿当时的那一段影片，说可能是郑文灿或不是郑文灿，到底是不是郑文灿？他说他那个时候呢有请刑事局去查，结果刑事局给他的答案是没有办法判断身位的可能性。那现在又再一次，这是跟英党有关，到底有没有可能又跟身位有关，又跟 AI 有关？这次的选举，科技的选举，现在有没有介选，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认知作战，越来越难判断。请教一下董哥怎么样来看？因为这次的选举，其实很多人都在比的是道德高度，您怎么看？其实你可以看赖清德的说法。赖清德2010年当选台南市长的时候，赶快把赖皮寮转给他儿子。因为他很清楚，儿子成年了，成年以后不必跟老爸一起抱，你不需要抱成年的儿女的，所以他赶快转过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房子将来是会有问题，就好像何博文，他知道他现在选立委，淡江大学硕士的学历是有问题，所以他选新北市2次议员，他都有报那个假学历不能讲假学历反正就论文抄袭的学历，那这次立委他就不报了。所以当淡江大学把它弄掉以后，他就说：“我这次没有报。”那你前面选过2次，你都有把它登载在那个中选会啊，对不对？那我讲赖清德他的聪明处或狡猾处就在这里。他当选台南市长就把这个赖皮寮过给儿子，那过给儿子以后，当然以后他就不必报了。可是因为人家查出了，你过去也想过立委，想过国代，所以他的赖皮寮还是被查出来。那才查出来，为什么大家讲道德感呢？因为过去台湾有关违建的，在选举里面这几年层出不穷。你要出来选，你要身家清白，大家要求嘛。4年前韩国瑜被检举，韩国瑜拆了。2年前严宽仁被检举，严宽仁也拆了。那大家看到了，今年黄国昌、柯文哲老家也被检举，他们也拆了。那张志伦国民党提名的中和，还有廖先祥国民党提名汐止那边的，他们被检举，他们也拆了。那都是民进党的人士去检举的啊。你们检举别人，别人只好就拆了。赖清德被别人检举，他就不拆，这个就毫无道德可言呐。我讲他毫无道德可言，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人是非常的可以讲狡猾，可以这样讲。大家记得谢龙介，那时候当议员，赖清德当市长，赖清德出来替吴乃仁他们那个保证啊，吴乃仁当台糖董事长，把他台糖的土地贱卖给一家公司叫春龙，这是新潮流的金主。这家春龙从这个过程，他原来租台糖土地，董事长开会决定这块地就卖给他，台糖损失4亿多，然后吴乃仁被判刑，赖清德出来开记者会，我用我的政治生命来证明他绝对是清白。后来吴乃仁去坐牢了，那时候谢龙介跟他对赌因为他在做花市的时候，谢龙介当议员说，那我们来对赌，如果他是清白的话，我辞。要不然我们一起辞。后来谢龙介真的辞掉了，赖清德不辞啊。龙介真是很可爱，但他也很单纯啊。他认为赖清德不是名字有个德，一定很讲道德吗？没有。赖清德说他要辞是他的事啊，我又没同意，因为那是一个执行嘛。那大家可以看到了，你的政治生命，结果吴乃仁去坐牢了，吴乃仁被信，被关了9个月，台糖损失多少？台糖应该跟吴乃仁跟民进党求偿啊，对不对？台糖是国家的地啊，我过去是跑台糖的记者我看了就非常愤怒。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赖清德他的道德其实没有什么底线，嘴巴讲的是很漂亮啦。来了现在修理柯文哲，修理侯友宜，好像说，我是唯一没炒土地。他那时候跟柯文哲多麻吉，他出书的时候，每天跟柯文哲扒在一块。那时候柯文哲是台湾最红的，民意声望最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赖清德，我其实很瞧不起他，就是他每次好像装作自己好像很有道德感，你哪有什么道德感？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替很多过去很挺赖清德的人很不值得。赖清德不是你们想象那样，赖清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矿工说我要替弱势，将来要替他们修房子修，你只要看他台南这2届，他连1栋社会住宅都没有盖，一栋都没有盖。柯文哲常常被我嘲笑说要盖5万户，结果盖了18000户不到。好歹柯文哲还有盖一点，
柯文哲也是当2届啊，赖清德也当2届，赖清德要照顾弱势，他在台南没有盖过1间的社宅耶。你说那些贫穷的人怎么办？他们想跟政府租便宜一点的房子怎么办？通通没有。他现在在讲我要照顾弱势，照顾劳工的安居什么，就好像游淑慧所讲，你在立法院你从来没有讲过矿工这2个字啊，你有替矿工，你说你是矿工的儿子，你有替矿工的那个争取过任何权利，或帮他们的居住权伸张过正义吗？完全没有。所以就是选举的时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实在不可取。其实呢，在现在这个赖皮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民意基金会然后帮我们做这个调查，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多数人认为不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陈志小老师，他为什么去贴那一个布条，就贴在他的家门口？其实这是引用自墨子啦。墨子这一段话呢，他其实全文是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你对人好，老天会照顾你；但恶人杀人者，天必祸之。后面就是这2句：杀不孤者，得不享焉。那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我觉得志成兄刚刚讲的很清楚，也很对。他是矿工出身的孩子啊，可是他在立法委员的期间，从来没有关心过矿工。他现在满嘴说他关心弱势，可是他在有权力的时候，当这个台南市市长的时候，没有为弱势的这些家庭盖1栋社会住宅。然后他民进党满嘴居住正义，可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不但是一个违建者，他还是一个大的违建者，这个都是不道德的事情。然后他对于别人，例如说南铁，今天为什么他们会出来抗议？就是他当初南铁东移的时候，迁移的时候，对于那些人是多么的粗鲁，是强制。然后造成这么多人的内心里面很严重的受到的伤害，而且他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是合法权益的，就这么的粗鲁。可是当他面临他自己的违建的时候，他却如此的宽容，如此的虚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使大家感受到说他的道德不标准，他的道德不标准，因此他不符合居住正义，不符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不符合对于弱势的人应该要善加照顾，然后但是他却都是用欺骗的方法。我觉得这次的民意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台湾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的人眼睛是雪亮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说我不同意赖清德这样做法，所以你看赖清德拿不到这些人的选票。可是赖清德能拿到谁的选票呢？3成左右的选票，而这3成左右的人却支持赖清德继续不道德下去。那我们就合理的推断，这些支持赖清德的人自己本身的道德标准也是堪虑哦。如果这些支持赖清德的人自己的道德标准堪虑的话，那他如何去要求他的太太，或是要求他的先生，要求他的父母，或是要求他的孩子要符合道德呢？可是如果这一群3成多的人都是不道德的人，那这个社会多可怕，这个社会多危险啊！因为如果说他的家庭、他个人都充满了不道德，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办？而如果一个这么不道德的人，他当选了总统，该怎么办？这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该怎么办？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未来真的堪虑。最后一个演艺人员，有一些演艺人员很有文化的水平，很有知识。可是如果说一个演艺人员要从政，而他自己的知识量不够，那要不就请编剧按照他过去演多少、写多少、讲多少，然后不要去透露出他的底牌嘛。可是当他透露出他的底线，也就是原来他是这么的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时候，那结果他却是民进党的推荐的人，这个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党非但没道德，而且是不是在选出国会议员，也选出一个完全没有知识的人，或是知识水平很低的人，他要成为立法者，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萧县长怎么样看？我们这么说啊，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最后一场总统的电视政见发表会的
时候，我们赖清德副总统他说他要帮弱势的民众修缮房子。我想请教一下赖副总统，你确定我们最弱势的人他拥有那栋房子吗？还你是帮房东修的？所以啊，我们这么说，你现在提出来的这些政见啊，你是有一个宏观的国政的白皮书，还只是赖皮寮的遮羞布？那可能我们这个问题要想一想啊。另外，除了这件事之外，你另外加码，说什么？你另外说社会安全网 2.0 你要做，可是你说错了。为什么？因为早就已经有 2.0 了，你现在推出的应该是 3.0 啊。在2021年的时候，就你的民进党政府啊，就已经推出 2.0 了，现在是 3.0 啊。所以这就是刚刚小舰长讲的，你没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国政的方针，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那这个世界上从政的，真的每个人都如此吗？未必哦。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有8个县市所提出来的幸福保卫战，这一个没有什么人注意的一个新闻啊。那有哪8个县市啊？有北基桃4个，再加上新竹县市2个，再加上宜兰苗栗，这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弱势的孩子，他如果家里临时有变故，或者是他临时有什么状况的话，他可以进入4大超商来获取100块的一个那个餐食，他只要填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可以了。小舰长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偏乡担任老师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孩子，他不像我们一般家庭一样，爸爸妈妈早上帮他准备好了早餐，那他到学校来没有早餐怎么办？因为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便利商店，他们就可以根本不用付什么样的金钱，就获取这样的一个热腾腾的餐食。这一个到底是谁做的啊？2013年新北市的侯副市长推出来的，大家有想到吗？这一种真正厚植我们这一些比较贫苦的这一些中下阶层的人的政策，没有人注意，大家都在那边，哎呀，都是在那边头痛医头，脚上医脚，那个脚痛医脚，然后接下来仓促上路，然后开出来的支票，等到真正上任之后，全部忘光光。